那我们侍女在爱情里面真的是有一点吃软不吃硬哦，在侍女的世界里面，真的很讨厌别人对自己会指手画脚。你如果想要去压制侍女、说服侍女，就会让我们侍女真的是从心里排斥啊，因为我们的侍女是绝对的理智和固执。那我们侍女需要的永远都不是一个人教自己怎么去做事情，而是能够彼此迁就、互相包容。侍女认为，只有在这种相处模式下，感情当中的两个人才能越走越近。那么现在两个人的感情呢，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冷战的状态啊。也许是两个人性格的原因啊，会导致双方都觉得好像彼此都不是太适合在一起。但是呢，我们这边这个权杖七也能看出，其实侍女会认为这个人呢，他还比较的可靠啊。而且呢，侍女不管别人怎么说这个人，一些负面的信息出来啊，侍女都是充耳不闻的，就觉得这个人是自己对的那个人。但是呢，我觉得侍女自己又会有一些计较，从来都不会说啊。所以呢，这个人他在看我们侍女的时候，他其实是并不了解的，可能侍女表达的东西很少，让他呢对侍女的了解也是很表面、很肤浅，基本上都是要靠猜测、靠想象。所以其实你们两个人就是有一种一边否定这个感情，一边又都放不下彼此，内心都在跟自己去打架啊。我们来看一下侍女对待这个感情的一个态度。那么从这个星币国王来看啊，我觉得侍女对这个人的喜欢可能是源自于价值，也是源自于我们侍女自己的一个条件吧。你们自己就很好、很优秀的一个人，当然也会希望对方他是一个更加优秀的人来匹配自己。所以其实这张牌呢，就表示我们侍女能感觉到这个人啊，他的一切都是你想要的，但是你们还是觉得不满足，就是觉得他拥有的东西好像不能全部给到自己。所以其实侍女是有一点不甘心啊。但不管怎么样，侍女在看这个人的时候，至少某一方面是能够得到满足，是满意的，或者说符合了我们侍女某一些的择偶标准。所以其实对方他至少会有一个点是能够触动到我们侍女的，所以侍女也是很想要跟这个人继续尝试下去。那么我们侍女在这份感情里面啊，会有很深的一个执念我们这边出现了一个逆位的星币七啊，其实我觉得侍女并不是一个胜负欲很强的人，但是没有办法，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莫名其妙的，就是被他所吸引，也许是身体，也许是被他的一些想法，总之就是很不甘心，然后呢想要去拥有他。但这张牌是一个逆位，也是代表了我们侍女就是可能是需要突破自己内心的底线，要学会放手，然后去主动的放下这段关系。好，来看一下对方这边的情况啊。首先呢，他这边是有一个圣杯二，我觉得他可能会想象中就觉得侍女是他自己对的人，所以才会不惜冒这么大的风险啊，冲破阻碍，强行的要跟我们的侍女好好的在一起。但是很多时候啊，面对我们侍女这种性格包括侍女可能有一种唯唯诺诺的这种态度啊状态，他也会觉得好像侍女就是他的一个心结，一个情结啊，所以呢，他也是努力的想要去及时止损，然后让自己不要在这里栽得太深，想要去克服啊。其实对方呢，他这边有一个星币八嘛，你会发现，我觉得他在感情当中啊是努力的，有抗争过的而且呢，我觉得这个感情里面有很明显的一种来自家庭的阻碍。这张牌是代表他会认为自己在感情当中是受到了威胁的，又觉得好像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就会想要终止这段抗争。甚至这个人他想要放弃和我们侍女的这段关系啊，因为他可能就会觉得自己看不到未来好，我们来看双方未来的更多的一些打算啊。首先我们侍女这边出现的是一个星币王牌的逆位，那这张牌啊，说明我们的侍女在这个感情当中可能一直都是在等待，充满期待的等待当中。但是呢，因为是一个逆位星币王牌，这个感情就有点像温水煮青蛙，没有任何的实质的进展，反而还一直在消耗着我们的侍女。那这边侍女又有一张宝剑女皇啊，就我觉得你们会常常反思自己到底哪里做的不够好又有一点沉默啊，在感情里面，我觉得侍女自己也是非常容易去逃避你们不想去直面自己在感情当中的这些问题，其实也是生怕自己可能爱对方爱得太深所以也是在极力的去克制自己，想要保护好自己的心。那这张牌本身呢，也是不想跟对方再继续冷战了。我们侍女可能会觉得好像你们两个人一直是处于这种冷战的状态那就不如自己首先把这个感情去斩断结束最后呢，有一张这个世界牌，它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距离感。我们侍女最初也会感受到对方的这种热烈，但是热烈到了一半，好像突然这种热情就消失了，就停下来了。所以其实我们侍女还是会有点
受挫啊，也是在很认真的去找原因，而且这张牌也是意味着我们侍女在跟对方的相处啊，有的时候是极度的不舒服的，觉得这个感情没有什么太多的希望，甚至会觉得对方是不想要再跟自己在一起的。而且呢，本身侍女是一个控制欲比较强的星座啊，但是你们又不想表现出来，其实你们很想跟这个人继续下去。那表现的没有这么热烈的话，对方他也会感受不到我们侍女的真心嘛，也会觉得侍女比较理智啊，所以呢，也会觉得侍女好像不太想要选择他。我们来看一下对方这边的情况啊。首先，这个圣杯的侍从啊，我觉得他可能是有过丰富的感情史啊，甚至可能还在跟前任会有一些纠缠和理不清的事情啊，而且我觉得同时他也会有来自家庭方面的一些干扰。虽然说他想要跟我们的侍女在一起，想要去有这种专属于彼此的关系的公开，但是没有办法啊，现在就是时机不太成熟，条件不允许。说白了，其实就是错误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啊。那中间呢，我们有这张战车牌啊，说明这个人他其实内心的挣扎会斗争很久，加上外界的一些压力，其实也会促使这个人会更加的以大局来考虑啊，觉得两个人确实虽然说彼此喜欢，但是回归到现实层面，好像真的不太合适，这个阻碍矛盾都太多，他也是束手无策啊，所以就会觉得很惋惜和痛苦。但是他也是思考过了，就是也没有找到什么很好的解决方法，所以呢，我们这边看到对方他有一个宝剑五嘛，也是表明他的内心的这种困境哦，看不透我们的侍女，他觉得，然后加上自己在这个感情里面呢，他觉得也有自己的责任，所以就会觉得配不上侍女，感觉自己耽误了别人哦，就会卡在这个地方，然后也没有办法去主动的去找侍女，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嘛，所以就是一个放手的一个状态。好，我们最后呢，短期的结局这边出现的是一个星币10。如果我觉得你们的物质条件足够强大，有足够多的经济能力的话，也可以解决这个感情当中的很多问题。所以其实你们会互相的去关注彼此，去观察对方，但是碍于一些现实层面的因素两个人真的可能只是看一看，没有办法再继续回到一起。那一旦有了一定的接触，我觉得你们还是会像从前那样，这种感情有一种覆水难收的这种状态两个人也会很克制，因为会觉得有很多难以逾越的这种阻碍，你们也很害怕重蹈覆辙嘛，两个人都不想这样，但是很明显你们的缘分都还没有走到尽头，所以呢，我觉得像这种物质层面的因素，包括我们侍女自己的逃避在感情当中内心的这种自卑感，都会导致这段感情很难去突破。